哎呦我这火锅有点东西啊！我爸我妈绝对是旷世奇才，说下雨天凉了要吃点火锅，我说吃呗，不正好还有一箱火锅养生水吗？他俩要正经吃一下子，给那石桌啥都拆了，完了给我大铁锅点上了。我服了，我见过拉饥荒吃饭的，我他妈没见过拆家吃饭的，我都怕等会儿那柴火烧没了，他俩给房子劈了点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一顿标准的东北家庭火锅，满桌子全是盆，最小的是饭碗。开锅了，我弟回屋取地蟹去了。他跟我二哥说，那伞你往前打打，那啥便宜啥贵分不清吗？平时吃锅子5个人得他妈吃出8个锅底儿，我说今天统一一下子吧，今天咱就吃这个痛风锅底儿。我姑说这个好，这个汤鲜亮，我先涮一根大果子。这给我气的，我爸说他从小就这样，大果子土豆子，等会儿还得来碗面条子。我弟今天可是开荤了，闷头吃肉，一句话不说，我看着都腻。我说快来瓶好望水吧，这个新出的柠檬水挺好喝，甘甜爽口，跟鲜榨果汁似的，还加了佛手柑，整挺健康。这玩意儿他妈挺养生啊！养生？那你别喝了，你给我倒一杯啊！这火锅还得是大锅涮着爽，这边刚捞出一盆，那边就会往里再下一盆。这锅里只要一直有东西，心里就踏实。你看看这东北人的快乐是多么的单纯。后来晴天了，我就看着这口大锅子，看这个小逆光和这一股仙气儿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没白活呀。我姑说，那你进屋给我擀点面条呗，我也不想白活。这涮锅子最后来一碗火锅面，谁吃谁得劲儿。但我们最后吃着就闻一股糊巴味儿，我寻思锅也没干呢，啥玩意儿糊了？我他妈低头一看，我裤子烧坏了，妈这饭吃的。完了，拍视频让家里人刷着了，这他妈前2天端午掏我老窝来了，我怎么感觉跟上班似的呢？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倒霉。你就说扒蒜这事儿，不应该是聚会里啥也不会干的人干的吗？到最后我扒了半个多小时。哎，住他妈7年了，双向水槽头一次用上，然后我开始了漫长的刷虾环节。你说哪个你不得挨个收拾？万一吃我嘴里呢？刷虾、去头、去线、开背，这点虾我收拾他妈3个多小时。你瞅着一层油花，这个肉片等会儿炸完了啊，你搁嘴里咯吱一咬，滋滋冒油。哎呀！哎呀，我操！我可他妈不愿意整这玩意儿了。收拾完了先炸，炸完了还得炖，扒的磨磨唧唧的，还没人收拾桌子。谁说上我家想吃点小龙虾，我都想给那门牙刨掉了。这个猪蹄也进入最后步骤了，我就喝多来的，非说切豆角丝儿，这丝儿切的刚我搁那蒜蓉的出锅了啊！再来一锅13香的。咱说一个家用厨师必须要做好时间管理，你的菜可以做得慢，但必须一起好，要不然你上桌之后吃的全他妈剩饭。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品啊：13龙、锅肉、烤蹄儿、豆丝儿、蒜香龙啊，反正就这么几个菜，随便家里吃一口，我们就开吃了。你赶紧订外卖吧，你还寻思啥呢？我的妈呀，这谁能顶住啊？这玩意儿谁看谁不迷糊呀？家里来姐了，非要吃小龙虾，那玩意儿也不好收拾呀，还老夹手。但我说为了你们没事儿，我喊我弟来收拾。我弟听说门口有4双女鞋，还拎个榴莲上来，我烤了一半，冻起来一半，这样冻的那半就是我准备的了。他们净整的没用的，说不吃米饭怕胖，完他妈让我做个芝士蛋糕，然后我研究出一个新节目，大盘鸡焖卷子，是不是从来没吃过？我也没想到西北和东北在我身上合为一北了。咱说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呀？就是他妈得好琢磨。他们还点了几个菜，口蘑汤、锅包肉、黄豆焖猪蹄儿，这几个菜都是来我家桌必点的。完了还点了个酥黄菜，我说行，原来上班的时候也做过。但我说烤鱼是不是过分了？真他妈拿我们家当饭店呢？有个姐妹想嗦粉，我给她安排了一大碗李子柒螺蛳粉。这粉有点东西，米粉 Q 弹，汤底醇厚，味道鲜香。这一碗谁看谁不想嗦上一口？你看我弟嗦的多香，我就说他从来不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吗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螺粉、13龙、蒜虾、大鸡卷、黄蹄儿、鱼、锅肉、蔬菜、口汤、烤莲、汁糕。我弟说咱6个人，你少给人拿一套餐具啊。我说那什么兄弟，你误会了，没想留你在这吃饭。开锅，小点，走吧，开锅，走吧，再说。你弟不来这吃饭呢？他那啥，他家里有事儿，咱先吃吧。我弟家拍照还他妈漏了，就是他们一边在上面抽烟，一边在后面给我冒烟，所以今天我哥俩只能吃素了。知道他为啥削皮削的这么认真吗？因为我弟对维 C 和果皮过敏，我曾经用他的嘴测出不少单位卖的那饮料都忘放果肉。这个茄子好像是我的脑子，水分太大。
嘿嘿，得亏肥肉放的多。他后来扒一扒就给自己扒鸡掰了。他说：“哥不用去皮了，我病好了。”我真他妈有病！这个番茄炒蛋呢，你加点小辣椒。这是我有一次吃盒饭学的。你上一口酸甜，下一口辣蒿，吃完之后你刺刺挠挠。这个大肉粒儿也是我的一绝。那多少人来我家吃完这个卤子，回家就血稠了。但他倒是很快乐。让我弟找个能过凉的东西，我脑瓜仁他。今天的菜一般呢，切肉、肉蛋、蛋式、Q7，就这点玩意儿，我们爷俩中午简单吃一口。这面条涂了这么香，我不行，我晚上得来个粥。我有个同学今天要求婚了，完大伙儿都想凑这个热闹，干脆就定在我们家了，给我整贼激动，我嘚嘚嗖嗖的做了一份混灵炖牛排。完，我们同学上午把戒指先送来了，还嘱咐我几句，说你给我安排一波肘子烩饭，我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有孙子的快乐。还做了一份新加坡辣螃蟹，你们可以直接去买这个料包，跟珍宝海鲜一个味儿，非常非常推荐。王永新整个小甜品，做了一个奥利奥蛋糕。好家伙，我弟偷摸给人钻戒打开了，说哥，咱俩把这戒指藏着蛋糕，你咋样？我说兄弟，这可是 DR 啊，男士一生凭身份证只能买1枚呀，这要给人整没了，一个媳妇一个钻戒，你说他妈咱哥俩能赔起哪样？还做了份意面，拌了一个牛油果沙拉，最后出了一个绝世脆皮大肠。我炸完他们都看懵了，尤其是咱家的大聪明和小心眼儿，当场3高了啊，当场拴那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肘饭、南汤、去多、翻译。烩牛、奥高、新蟹、脆肠、藤牛、油山。我们同学上桌就要吃饭，我说大哥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来干啥来了？哎，不是。杏儿，喜欢是一时的事儿，但用 DR 对你的承诺是一辈子的事儿。很幸运，这5年有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但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做我一生的唯一吗？我愿意。快，我愿意来！来！完，我们同学安排了一下子，结婚那天大伙都负责干啥？有拉摄像的，有拉伴娘的，唯独到我这儿，他让我早点上饭店给肘子把关。我今天发一下这个炖肘的配方啊，按这料来，出锅就是老汤肘子。完，我用原汤挂点馅，再拌点葱花，直接就爆包了。我发现那手勤快的吧，他就问你肘子配方是啥；还有那手懒但是嘴勤快的，他他妈天天追屁股后的问我到底缺不缺奶。完说你要说了不算，那什么，你再问问你爷。坚果奶包了一锅老鸭汤，咱看看啊，你就说这鸭舌贵，我买了一整只鸭子，这嘴里掏的比我兜都干净。完了还做了一个尖椒酿肉和鲍鱼炖土豆。我奶说正好你爷牙不好，他吃土豆，我只能委屈吃鲍鱼了。然后做了一个鱼香荷包蛋。我奶说有一天你要开饭店，一定把这个菜上上，小姑娘肯定愿意吃这样酸甜的，因为奶也年轻过。给奶烤了一锅日式红豆包，这个是新发现，这个确实挺好吃。还做了一份酱焖鱼子茄子，这菜你信我，来人你做一次能给你家米缸吃空的。还炖了一锅酸菜炖骨棒，我爷就愿意吃酸菜，我奶就愿意吃骨棒，就他俩这种默契让我一度产生怀疑。我说爷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吃着过骨棒啊？吃过怎么能说肉不香呢？这事儿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啊。完下雪了，我奶也不方便买水果啊，我正好趁着拼多多水果生鲜补贴，花1块钱就秒杀到5斤双钩级车厘子，个头大，水分足，又甜又脆，个饱个包汁儿。你瞅瞅我弟说了这个香啊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咱们就赶紧掏它就完了。我爷呀，吃没吃骨棒不一定，但这么甜的车厘子，我估计我爷捞不着10个。来吧，香香的煎酿、爆豆、子啊、酸棒、肘包、鸭汤、鱼蛋、红饼、大饼、豆宝。行了，往奶家去了啊，记点今天教我们炖肘了。奶，你这个你也我有点贪哈。吃吧，没事。好。